Hello， 亲爱的朋友，欢迎你来到 Jessie 的塔罗牌占卜频道。今天为你准备的大众占卜，让我们看一下你什么时候进入到婚姻里面，什么时候你嫁人，什么时候你娶妻呢？那宇宙也会指引你哦，在什么时间你最适合进入到结婚状态里面，因为每个人的性格是不一样的，适合的结婚年龄也会不一样。有的人早熟就适合早点结婚，有的人晚熟，早婚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麻烦。那么适合你结婚的年龄是多少呢？未来跟你一起进入到婚姻中的这个伴侣，他是怎样的一种性格特质呢？你找对人了吗？今天宇宙来给你一些关于你婚姻的解密讯息，让你全方位的做好准备，并且对未来呢有更多的期待之心。今天会用3组塔罗牌来给大家进行占卜，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能量，完全不同的讯息。你需要选择一下牌卡，最左边是第1组塔罗牌，中间是第2组塔罗牌，最右边是第3组塔罗牌。你现在可以按一下暂停键，在心中默念，希望宇宙给予你婚姻的解密讯息，让你知道你大概会在什么时间遇到你的缘分，什么时间会进入到婚姻里面。你选择好之后呢，在视频下方的讯息栏有对应的每组牌卡的时间。记得在聆听占卜讯息之前，请在公屏打出来领取好运、接收宇宙的祝福等等的字样，让你吸收整个视频的能量，打造更幸福、更美好的未来。那现在你选择好了吗？我开始为你做占卜咯。亲爱的，选择左边第1组牌组的你，我们来看一下宇宙当下给你的讯息是什么。我们一部分一部分的来为你解密。首先，选择这组牌组的朋友，你们的星座呢，很有可能是处女座、双鱼座、白羊座、巨蟹座、天蝎座，或者是你的上升星座是巨蟹座、白羊座、天蝎座、双鱼座、处女座，请同时参考你的太阳跟月亮。那当下你自己的状态好像对婚姻没有太大的一个信心，有的人甚至会担心自己的婚姻并不是很幸福的样子，好像对婚姻的念头是有一些想放弃了。有的人对爱情的兴趣好像要更大一些，可能你觉得自己并没有很多的爱情技巧啊，有时候也不知道如何为自己说话。你现在很想成为一个非常独立的人，你想获得自我幸福价值感，即使没有婚姻，即使没有爱情，你依然是可以幸福的。但对未来呢，还是有一些好奇，所以你点进来看一下这个视频，想知道自己有可能结婚吗？或者是在什么时候结婚呢？实际上，对于婚姻，你需要更多的耐心，而对于当下呢，你是需要更多的一些能量去做一些调整的。其实你是拥有超能力的人，你可以让不可能成为可能，只是你需要制定适合你的计划，而不是适合其他人的计划。现在你的爱情观、婚姻观可能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偏差哟。你现在的婚姻想法呢，以及婚姻计划可能是错误的，是不适合你的。你还没有建立正确的适合自己的婚姻观，所以现在呢，你还没有办法进入到婚姻里面，因为即使正缘出现，也是容易错失缘分的。你是一个非常聪明并且拥有深层次灵性的人，你们大多数人呢都有通灵的天赋，你需要相信你的直觉。你是很容易感受到能量和磁场的，只是你陷落在物质世界里面，所以你并不知道。实际上，在你第一次见到陌生人的时候，你很快就能感受到这个人是否和你匹配，是否可以给你建立长期的关系。你是可以感受到你们之间的这种磁场是否是在一个舒适正确的频率之上的，你是可以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联系的。所以凡是和你灵魂无法联系的人，你是不会感觉到特别想要跟对方进入到互动的状态里面，所以你不会过于的主动。但是一旦你遇到灵魂相吸的人之后呢，能量相同的人，你就会特别主动的愿意跟对方建立很真诚很信任的关系。这也代表呢，你很难真正的心动，
一见钟情是有的，只不过这种感觉容易散去，因为可能最刚开始的喜欢仅仅是因为外表啊，或者是某一种气味啊，或者是某一种表面的因素，而让你有这种动情的感觉，并不会让你真正的获得非常强烈的持久的情感。所以你不会在仅仅因为一面之缘，或者是在最初的一种心动就付诸勇敢的行动去抓住缘分。你潜意识里面其实是知道仅仅是一面之缘而已。但好消息是，你现在的桃花运势呢，正在慢慢的提升之中。最近你的情绪也会越来越舒服，越来越舒适。对于感情，你开始更加的去积极主动性一些，而且你会在近段时间非常清晰的去确定你适合怎样的爱情，你想要怎样的爱人，你适合怎样的爱人，因为想要跟适合是两码事情哦。所以在最近呢，你会去做一些思考，你也会对自我对高我进行更强烈的一个联系，会更清楚对自己有认知的。而你今生的婚姻对象呢，一定是你的灵魂伴侣，你们之间必定是有非常强烈的心灵联系的。甚至有的朋友在见到自己未来的婚姻伴侣之前，可能还会梦到他，只是在梦里面呢，你可能看不清这个要跟你结婚的人他的长相，但是对于他的一个大概的外形，他的身高啊，或者是他的那种气场啊，有一种模模糊糊能看到能有记住的那种感觉。因为你们之间的缘分是早已注定好的，在对的时间对的地方，你的正缘，你的结婚对象，他自然就会出现，所以耐心不用太过于的着急。而他的出现呢，也是你现在所设想不到的，非常的意外，会给你很大的惊喜。所以请你保持期待，并且相信你会幸福，千万不要放弃哦，也不要放低自己的价值，坚持真爱。也有可能因为周围环境的压力啊，父亲的催促啊，自己急急忙忙的找一个人结婚，最后就错失了你的灵魂伴侣这样的一个缘分哦。所以请你保持头脑清醒。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宇宙给你的重要提示讯息。在正缘出现之前，你们大多数人会经历恋爱、分手、三角恋，很少出现母胎单身，然后就进入到婚姻之中的。有的人可能会有一次恋爱经验才会遇见这个正缘，有的人可能会达到9次、多次这样的一个爱情经历才会遇到自己的正缘哦。因为你必须积累足够的爱情技巧，你才有能力去建立家庭，去建立婚姻。这一边呢，选择这组牌组的朋友，晚婚的、早婚的都有，但这些爱情经历呢，都会让你更加的丰富，都会让你更加的成长，也会让你知道如何去处理人际关系，如何去察言观色，如何有更多的一些方式方法来解决人际关系上面的麻烦跟挑战的，让你从一个感情白纸成长成在感情中有一定的节制，懂得平衡，懂得控制，懂得对人对事使用不同的方法去沟通，去把握。所以一切都是不断的成长之中的，即使你现在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但是呢，你也会经历感情的起起伏伏，情绪上面的各种的波动，同时呢，在你的生活中也会听到周围的人的一些爱情的故事，从中你会去默默的进行学习，默默的去接受这些教训，接受这些经验，让自己呢在感情里面更懂得包容，更懂得理解，更懂得如何处理关系。所以当你有足够的爱情技巧的时候，当你在感情里面不会过于的幼稚，不会过于的比较，没有那种太过于的控制束缚别人，想改变别人的想法的时候呢，你的正缘就应该会出现了。那么你到底在什么时间结婚呢？我们来继续往下解密。
看见当你有一定的金钱储蓄之后，或者是当你的事业稳定之后，当你的生活在一种很稳定的状态之下，那个时候呢，你就会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去经营爱情了。那个时候呢，你就会可以让自己安心的去把握自己的感情节奏，生活中不会出现混乱啊，或者是分心的这种能量。同时，当你在感情里面懂得付出，懂得给予，懂得体贴，懂得关怀，不再去做任何的权衡计较的时候呢，那你的正缘很可能就会出现。那个时候呢，你就会让正缘觉得对你非常的放心，你是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母亲，或者是非常好的父亲这样的一个角色的，会给别人造成心里非常踏实、非常安全的感觉。同时，当你愿意在爱情里面无所畏惧之后，当你不想再去参加很多的聚会啊，很多的玩耍啊，很多的派对之后，当你真正的开始脚踏实地的生活之后，当你的生活更加的平静、平凡，或者是进入到一个比较枯燥但是很安稳的状态之后呢，你的正缘就会出现，你也就会进入到结婚的状态里面去。我们这边出现了数字6，有可能你是26岁结婚，也有可能是36岁左右结婚，也有可能你是在看到这个视频之后的6年之内进入到婚姻状态的。你应该不会特别的早婚，不会是在20、23岁就进入到婚姻里面哦。如果过早的进入到婚姻里面，可能会让自己陷入到一些很多的障碍、很多的挑战里面。当然并不见得你可能在婚姻里面不会幸福，而是说呢，你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心思去经营，需要更多的爱情的技巧，需要让自己呢更加的体贴，更加的包容，需要更多的努力。有时候可能会觉得比较疲倦，比较辛苦，对待很多事情呢都是比较盲目的，因为从来没有经历过，不知所措，所以会有比较伤痛的时刻，压力大的时刻。但是凭着你自己积极的心态，你不断的去努力，给予足够爱的能量的话呢，你的婚姻还是会先苦后甜的。到你26岁以后，慢慢的感情就会趋于稳定，两个人就会更加的甜蜜。你也知道如何去应对感情中麻烦的状态，你也知道如何去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你会挑战成功的。其实你是一个比较有魅力、比较有能力，而且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有技巧，那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有智慧的人。那你的结婚对象他到底是怎样的性格特质呢？你的结婚对象他的星座很有可能是处女座、水瓶座、狮子座、天蝎座，请同时参考太阳、月亮、上升星座。你们两个人是成为好朋友之后进入到的恋爱模式里面。这个人呢，他的智慧超越了他本有的年龄，他是一个老灵魂，他常常在精神上面去追求一些真理，去追求一些启蒙。他并不是一个很重视物质生活享受的一个人，他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去挣钱，他可能会花很多的时间跟自己独处，或者是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他并不是认为自己是孤独的人，他只是呢，希望有自己自由的一些时间去思考啊，去写作啊，或者是阅读啊。他不太喜欢有太多的一些社交，甚至有可能呢，他会多多少少有一些社恐，不太喜欢人与人之间那种虚伪的或者是包装的打交道。他也不希望呢去建立太多的一些人脉，他觉得生活呢平平淡淡、踏踏实实的就好。最主要的是自己要有精神上面的幸福感，要有自我的价值感。而这个人对感情呢是比较敏感的，他很多时候都会比较谨慎，
比较注重细节，他可能并不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心思是比较细腻的。有时候呢，他会隐藏自己的感情，他没有办法更快速的跟别人建立这种很信任啊，或者是真心吐露这样的一个状态，他会隐藏自己最深的感受，即使自己的家人，他可能也会尽量的不表现自己的忧伤，或者是表现自己的一些痛苦、一些气愤的这种情绪。所以他并不擅长言辞，他是一个默默给你关怀、默默给你温暖的人。在天气冷的时候，让你多加一些衣服啊；在你自己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他会给你煲粥啊，会给你炖汤啊，就属于在你身边默默的欣赏你，默默的给予你支持，默默给予你关怀的人。有时候你觉得他像你的父亲，或者是像你的母亲，给予你带来这种深爱的能量。他非常重视自己的家人，除了跟自己的家人之外的话呢，他会觉得去建立社交联系都是比较累的。他也不希望别人看到他的脆弱。如果认识比自己笨的人的话，他不愿意，会觉得没有任何思想上面的交流。但是如果去认识比自己优秀的人的话呢，又会觉得自己可能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所以他期待认识志同道合的人，但是这种几率性并不大，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生长环境、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想法，所以他没有期待去在100个人里面能遇见10个，或者是在10个人里面遇见那一个真正志同道合的人。他宁愿自己一个人待着，会觉得更加的舒服，不想花太多的心思去建立人际关系。其实他在感情里面还是蛮诚实、大方、善良、公平，并且是一个比较热情的人。他是一个能控制自己情绪的人，在别人面前呢，可能会觉得他有些冷漠，可能觉得生人勿近，但是在你面前，他还是有自己反叛的一面，或者是自己调皮的一面的。跟他作为朋友其实非常的好，因为他非常的仗义，他也愿意去帮助自己的朋友，他是一个仁慈的保护者，他可以成为一个比较靠谱、比较忠诚的同事、朋友，或者是合作伙伴这样的一个关系的人。他乐观、快乐、自信，总是在寻找享受生活和体验快乐的方法。有时候他像小孩子一样，比较纯真，比较简单，没有心机，没心没肺的那一种。所以在人际交往里面呢，他会害怕被别人利用，或者是害怕受到伤害。对于自我保护呢，他比较看重，所以他宁愿一个人待着。他可能很多时候都是凭感情做事的，有时候会不讲道理，有时候可能不太理智，有时候呢会感情用事。他不喜欢花太多的时间去算计，可能有时候他的记忆力会减退，也会有一些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他的语言能力不强。你的结婚伴侣他是慢性子，他的思想并不是很灵活，并不是很容易改变的那一种。有时候遇到一些问题在当下他可能反应不过来，感觉被卡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另外呢，他的方向感并不是很强，经常迷路，分不清东南西北。他也有一些时间管理上面的问题，有时候会迟到啊，那有时候呢又会比较有拖延症。但是这一个人呢是有迷糊的一面的，像长不大的孩子，有时候会让你觉得蛮担心的，但有时候呢也会让你很疼爱他，很珍惜他。在当下的社会里面呢，他并不是一个很浮躁，或者是很有欲望，或者是很暴躁，很有强烈情绪的一个人，给予这种深情的温暖的关注的能量。他的温柔呢会真正的打动你的心，让你也不会过于出现一些情绪大的波动。它对你是有一定的疗愈能量的。即使2个人坐在一起，大家没有任何语言上面的沟通，你都会感受到你们之间是有爱的电流在传递的，是真心实意的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希望对方好，这样的一个能量在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具体你们两个人的未来婚姻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非常好的消息，你们两个人的婚姻是属于那种共同分担、互相帮助的婚姻，不是说两个人每天机械的吃3餐啊，或者是互相在一起陪伴就好了，而是在平淡的生活中不断的去重温彼此的心，成了一种互相支持、共存的关系。除了在家务事上互帮互助、共同分担之外呢，当对方身体不适的时候，或者是有生病的时候，尤其对对方特别的体贴和帮助，甚至可能会向公司请假，为了陪伴对方，而且在思想性格上也会互相的促进。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优点，也是有自己的不足的。你们会积极的去帮助对方做一些生活习惯上面的改善啊，或者是性格上面不好的地方的改正啊。跟他在一起呢，你会觉得很舒服，因为他会同意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你也会听他说他感兴趣的话题。你们给彼此呢都是一些独立的空间的，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愿望，不会一直把对方绑在自己的身边，也不会把自己的梦想强加在对方的身上，不会给彼此造成一种束缚啊，或者是压力，会支持对方去寻梦。不管是在精神上面的支持，还是说金钱上面的支持，都会帮助对方。对于在婚姻里面，大家可能有共同的储蓄账户，或者是大家在金钱管理上面也是特别的透明的，只要这份金钱使用是提升各自做更好的事情，都是会愿意拿出来去鼓励对方去实现的。在事业上呢，也会得到对方的鼓励和支持，有时候帮助一起出谋划策啊，一起想办法来解决事业上的一些困难、一些挑战，甚至有的朋友还会和自己的结婚伴侣一起去创业，让两个人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和一致的奋斗目标。双方呢也有各自的朋友圈，互不干扰。你们两个人在有分歧的时候，在有矛盾的时候呢，是会很坦白的讲出自己内心的一些看法，然后去做交流之后，两个人有更多的一些成长。实际上你的婚姻生活是属于那种比较简单的生活化的婚姻，会用很细小的一些细节来维持你们的爱情，并且两个人在婚姻之中呢都是互相帮助，取长补短的，希望进入婚姻之后对方可以变成更美好的人，也希望自己在婚姻之中呢是那种比较平平淡淡，互相扶持，齐心协力的爱情，齐心协力的婚姻生活，其实非常的美好。好，亲爱的朋友，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祝你幸福，我们下一期再见喽，拜拜。Hello， 亲爱的，选择中间牌组的你，我们来接受一下宇宙当下给你的重要讯息是什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星座和你目前的状态。你的星座呢，很有可能是狮子座、白羊座、天蝎座、双鱼座、水瓶座、天秤座，请同时参考太阳、月亮以及上升星座。你现在其实想花蛮多的时间在自己的身上的，因为你正在建立的自我幸福感、自我的价值，不想在感情里面呢依赖他人。你的心态目前其实特别的好，有爱情那就抓住机会，尽情的享受，建立自由、独立、轻松的相处模式。没有爱情也没有关系，那就好好的享受自己的生活，去养成更加健康的生活习惯，去注意一下均衡的饮食啊，充足的睡眠啊，以及做一些适量的运动，尽量你都会保持在一个正面的心情上面。你会去思考自己的价值、自己的人生意义，会减少更多的胡思乱想。所以目前呢，你尽可能的希望自己的生活丰富精彩一些，多发掘一下自己的潜力、自己的天赋，也多发掘一下自己的兴趣。除了在繁忙的工作或者是学业之外呢，你也希望给自己增添不同的生活体验，或给自己去安排一些旅行的度假，不管是长途旅行也好，还是短途旅行也好。现在呢，你的心情特别的放松，也比较向往自由。你在不断的提升自己，给予自己爱的能量，当然可能也会给自己一些时间去反思，或者是去思考你想要怎样的恋人啊，你适合怎样的恋人啊，会做一些
务实的思考。而有的朋友呢，可能也在为自己的爱情观或者是婚姻观而战，可能之前会给自己一些压力哦，因为觉得好像身边好多朋友都结婚啦，或者是都有朋友成立家庭生小孩啦，或者是父母呢给予你自己结婚的一些压力，而你多多少少还是会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的，受到环境的影响的，内心里面在之前呢是有一些急躁不安的，有可能有时候也会去做一些自我怀疑，为什么别人都结婚了，自己还没有遇到合适的人呢？自己会不会未来是单身的状态呢？但现在呢，其实你会想得更加的明白，因为你不会愿意去年龄到了，或者是别人都结婚了，那因为结婚而去做结婚这样的一个选择，因为你会觉得那会陷入到一种条件交换、没有爱情的生活模式里面，不会真正幸福的。所以随缘吧。婚姻不代表幸福，婚姻只是人生进入到新的模式而已。现在自己挺自由挺舒服的，何必去逼迫自己呢？所以你也不再受到别人或者是社会的太多的影响，爱谁谁，你自己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所以现在你也蛮愿意花心思在学业事业上的，希望自己有更好的成绩，当然在金钱储蓄上呢，也希望自己的储蓄多多，生活品质更加的提高。你知道幸福不是靠别人给你的，只有自己去创造，而你越优秀的话呢，你未来的爱情质量品质肯定也会越高。我们这边还出现了权杖王牌这张牌卡，代表着你可能现在或者是即将有一个新的计划，而这个计划呢是充满着强而有力的行动力的，并且也富有非常强的信心的。对于感情上面，你也会相信自己不再错过缘分，一旦有自己真心喜欢的人，或者是有缘人出现的话呢，你绝对不会羞涩啊，或者是被动，你肯定会主动出击，更加愿意去抓住自己幸福的决心的。所以目前你自己的状态是越来越好，当然也会有一种辞旧迎新的能量，愿意摒弃一些错误的生活习惯啊，或者是错误的这种思想模式啊，或者是曾经呢错过缘分，当时自己的一些羞涩，不太尽兴不太努力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你愿意更新自己，让自己有更强的一个能量。而有的朋友呢，近期会遇见新的喜欢的人，也许新的恋情对你来说是有很大的挑战的，你必须主动出击才会引起对方的注意哦。在恋爱中的朋友，你会跟对方增加更多的沟通，遇见挑战呢，绝对不会轻言放弃。那两个人只要去建立更多的磨合，建立更多的合作精神呢，实际上可以往更好的一个方向行进。在感情中，你更加的理智，不会过于冲动或者是感情用事，会去分析，会去在判断之后呢，再按着计划建立情感的深度。我们这边也出现了死亡这张牌卡哦，你现在呢确实处在一个充满挑战的境地里面，你知道你必须要去放弃一些东西，现在发生在你身上的改变呢是没有办法再去逆转再去阻止的，但是如果你接受这些事情的发生，并且认为会有更好的事情到来的话呢，你将会给自己打开新的大门，去迎接一些更美好更新的一些事情。改变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些的不适应性，也许会有不太舒服的情绪，但这都是非常正常的。只要你明白你正在打开祝福之门的话呢，即使你看不到这些事情会如何发展，你的转变也会更加的容易，你也会更快的去消除一些旧有的重复的模式，让自己获得更新，让自己获得重生。如果你已经在恋情之中，你是愿意释放相互依赖这样的一个态度倾向的，你愿意勇气摆脱不健康的动态，这种改变呢，会将你的恋情升温，让两个人的关系进入到更好的一个阶段哦。如果你现在可能已经母胎单身很长一段时间了，你可能会发现，你通过自己心态的调整呢，这种单身的情况也许即将会结束，因为
宇宙告诉你，你可能很快就会遇见爱情。好消息是，你的桃花运势正在不断的上升之中哦。那今生呢，你会是怎样的桃花运势？会拥有怎样的缘分呢？我们来接受一下宇宙给你的讯息。这边呢是有感受到一些负能量，然后再转到非常阳光的能量上面去的，所以你可能在曾经的某一世，你可能在曾经是欠了一些感情的债务的，只有在还完这种债务之后，你才能遇见桃花，你才能遇见真正的好桃花。也许在上辈子你欠了别人的钱没有归还，或者是你有欺骗了别人，伤了别人的心，那么在这一辈子呢，就有人要来讨债，只有在你今生了结了曾经建立的不好的因果关系之后，你的感情才会进入到顺利稳定的状态哦。当然，任何事情都是有好的一面，也是有不好的一面存在的，但是它都是有意义的存在的。不好的一面呢，就是你会经历一些复杂的情感。好的一面是呢，通过这些情感经历，你会得到更多情感技巧的成长，你会积累人际关系的经验，让自己在未来遇见正桃花的时候呢，知道如何去应对感情中出现的问题或者是挑战，你会有更多的方法来解决实际的问题。你经历的情感感悟越多，那在感情里面你将会更加的自信，你也会懂得如何去控制爱情的节奏，以及去让自己创造经历更加美好的爱情。所以完全不必担心哦，所有的情感经历呢，都是让你更加积极强大的去经历、去感悟、去学习、去成长。在未来你是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有魅力、越来越被欣赏的人。年龄越大，你越知道如何建立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所以对于有的朋友来说，可能会在之前的人生经历中有被人欠钱啊，或者是被人欠情啊，或者是受到小人的伤害啊。那有的人呢，可能是经历过一些分手，经历过一些三角恋，那有的人可能在感情里面呢，也有被欺骗这样的一种能量哦。不过很快你的业力结束之后，你就会直接进入到很棒的恋情之中，很棒的人际关系之中。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你自己人生经历越来越丰富，你自己呢将会越来越丰盛，你自己将会越来越美好。可能在前半生呢会经历一些比较复杂的人际关系，但是在这些因果关系结业之后呢，你将会进入到非常顺心顺意，并且被大家崇拜、欣赏、喜欢、尊重的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就会遇见很多的贵人，遇见很多的好人，遇见很多欣赏你的人，同时也会遇见非常好的桃花。那么你到底多少岁结婚呢？我们来看一下宇宙给你的指引。好，当你在感情里面更加的成熟、稳定、宽容、理解、支持、深切的去关心他人的时候，你就会遇见正的桃花。当你可以真正的好好照顾自己，让自己足够的幸福愉悦，并且在那个时候可以去照顾别人的时候，你已经可以成为像母亲或者是父亲那样的一种角色的时候，懂得在感情里面无私的奉献，懂得给别人更多的一些体贴，懂得更多的感同身受。这样的话呢，你就会遇见自己的正桃花。在那个阶段里面，你是可以建立家庭，你是可以经营开花结果的恋情了。你和你的结婚对象呢，很可能是一见钟情哦。在感情之中，你会非常的自信，并且敢于去大胆主动追求爱情。
不放弃，不逃避，会去做一些非常实际积极的行动。我们这边的火能量是蛮强的，你甚至可能会为了对方远离家乡，有的朋友可能会远嫁他乡，那有的朋友呢，可能是从异地恋开始的，有的朋友甚至是从异国恋开始的，可能还会去跟一些外国人进行恋爱，建立家庭。可能你的恋爱对象并不是你家乡的人，你结婚的年纪呢，有可能是在27岁左右，或者是37岁左右。你并不太适合早婚，晚婚对于你来说是绝对有很好的好处的。总的来说，选择这组牌组的朋友，如果你已经超过这个年纪，或者是还没到这个年纪的话呢，那么你在7年之内应该会步入到婚姻。从你感情一张白纸变成非常有感情技巧，非常感情成熟呢，是一定需要花一些年份，是需要花一些时间做成长的。所以请多一些耐心哦。那你的结婚对象他是怎样的一个性格特质呢？这个人的星座很有可能是处女座、天蝎座、射手座、狮子座，请同时参考太阳、月亮、上升星座。他可能并不是一个家庭观念很强的人，也许他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独立生活了，所以他不会在成年之后花很多的时间陪伴着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家人，可能1年也只跟自己的家人有几次见面而已，因为他跟自己的父母是有一些距离的，不是非常的亲近。他也不希望被孝顺、被传统的这种家庭观念所捆绑。他会觉得真正对家人的爱、对父母的爱呢，不是说自己在外拼搏、努力打工挣钱，然后就要给家人买房子啊，或者是要给予足够的金钱啊、礼物啊，这些他觉得都是肤浅的，他觉得那是一种非常老旧的思想。他会觉得真正的对父母的爱就是一种尊重，就是一种祝福。那也非常的感谢父母可以培养他长到大，但是他不希望有任何金钱上面的牵扯。这个人呢，他是会凭着自己的努力去养活自己的，不希望依靠父母，也不希望父母过于的依赖他，希望真正的家庭关系是建立在爱的亲情能量上面，而不是给予沉重的负担。他可能并不是一个很会理财或者是很会投资的人，在金钱使用上呢，并不太节制，有时候会控制不住的拜，在消费上是属于冲动消费者，钱先用了再说，不会未雨绸缪，也不会为未来去做计划，没有特别长远的一些规划。那么你们2个人在一起以后呢，是需要一起去学习一些金融知识的，去明白金钱的价值的，或者是在结婚之后，最好是你来管账，你来储蓄是最好的。小心他一时冲动就去购买一些大的一些物件哦。我们这边还出现了圣杯5的逆位，这个人对爱情和情感方面是有失望情绪的一个人。他可能有时候觉得没有人理解他，没有人欣赏他，内心呢是有一点点孤单寂寞的能量的。也可能他的成长环境是比较缺少爱的能量的，也许他父母的教育方式并不是很温暖积极，或者是他小时候呢，父母繁忙没有经常陪伴在他的身边，或者是他曾经在爱情中是有被重伤过的，所以他有比较消极的那一面，对于爱情有时候会比较悲观，对于婚姻呢也没有太多的兴奋和喜悦感，觉得非常平庸的一件事情，结不结婚都无所谓。有时候呢，他也会害怕新的开始，不喜欢成为被关注的一些对象，害怕自己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所以他也并不是一个很高调、很夸夸其谈的人。他是希望更多的谦虚，希望更多的宁静的
比较害怕特别热闹嘈杂的氛围，并不是一个很喜欢生活在大城市里面的人。在感情里面呢，他比较被动，但骨子里他非常的渴望爱情哦。他是有浪漫情怀的人，对于感情是有强烈的情绪反应的。这个人其实并不复杂，他的喜怒哀乐呢，都表现在自己的脸上。他没有办法过于隐藏自己的心思，他也并不是一个很有心机、很会算计的人。他喜欢简单的生活，社交朋友不要多，知心的有那么几个，平时可以联系就好了。这个人是非常有艺术和音乐倾向的人，他喜欢去参观一些博物馆啊，喜欢欣赏美景，喜欢欣赏一些艺术作品啊，他也喜欢聆听一些美好的音乐。可能他选择听音乐更多的是一种抒情的音乐，对于那种摇滚电子音乐可能并不是在他的欣赏能力之下。他其实挺有魅力的，而且挺温柔的，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但是呢，他适应能力特别强，正因为如此，他很容易受到环境和周围人的影响。如果他本来很高兴的，然后周围有人是非常悲伤的，他就很快进入到那种悲伤的情绪里面。所以如果他身边都是一些非常开朗的，而且很有信仰、很有素质的朋友的话呢，那他自己的教养素质也会很高。如果他身边的人都特别的复杂、特别矫情的话呢，可能他自己也属于那一种，因为他很容易被影响，很容易被引导。所以未来你的婚姻恋人哦，你刚认识他的时候，你从他身边最亲密的朋友，你就可以知道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了。还有就是他特别喜欢旅行，喜欢到处走一走、看一看，但他旅行的方式呢，会更加的接地气一些，想感受一下那个地方的生活状态。在感情里面，他喜欢缓慢而持久的爱，属于那种细水流长的深情。你们两个人的性格其实是属于互补的，一个急性子，一个慢性子，但是正因为两个人身上有很多不同的特质，所以会被这种反差吸引。当然也会因为对方而去做一些适当的改变和调整的。他是愿意去做一些妥协，他在感情里面呢，可能更愿意去顺从，更愿意去听从，更愿意随性，并不是一个想要去做一个主导者或者是控制感情的人，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欲望。他和你之间呢，你们是容易被中和的，你们可以为了对方去进一步，或者是为了对方去退一步，都不会出现过度极端的想法和行为所以在一起是非常的和平、和谐跟舒适感的。那么你的婚姻生活是怎样的呢？我们来接受一下宇宙给你的启示。是的，在你们的婚姻生活里面，确实也感觉到比较平衡的能量。大家没有太多的一些欲望，对对方呢也没有太多的一些要求，给予对方的真爱就是互相陪伴，并且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就好了。可能你们并不会享受非常奢华浮夸的生活状态，不会有很多的金钱，但是呢是享受小资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这个小资生活是最好的。大家在婚姻生活里面都会比较保守一些，不会有太多的改变，比较平凡，没有太多的刺激，没有太多的罗曼蒂克或者是太多兴奋的一些事情。两个人其实是各自有各自的社交圈的，两个人可能会是相同的生活节奏，但是呢他可能更多的在家里面待着，做一下家务啊，打扫一下卫生啊，听一下音乐啊，看一下书啊，或者是上一下网啊。可能对于你来说，你更多的时候会去外面去进行一下社交，但是没有关系他是跟你在一起都会感觉互相是自由的，互相是独立的，互相是信任对方，互相是包容对方的，不会因为大家兴趣爱好不同而去
想要改变对方，去听自己的安排，都不会这样的，所以比较互相尊重。在情感里面呢，两个人是比较轻松，不费力气，不会付出太多努力去经营婚姻的。你们的相处模式呢，没有太多的一些变化，也没有很多意外的事情发生，平平淡淡才是真。相爱容易呢，当然相守是比较难的，因为谁都不可能在婚后还像热恋的时候给对方很多的惊喜或者是浪漫。婚姻生活毕竟是一种琐碎平淡的，你们互相守候的这种婚姻呢，其实是蛮好的。在这边呢，宇宙也指引你哦，在婚姻之中，你可以去制造一些小浪漫，让自己平淡的婚姻过得更加的有色彩。比如说，给对方起一些昵称啊，那越多越好，隔段时间呢就可以换一个称呼，因为这些昵称呢专属于你们两个人，而且是独属于你们两个人爱情的记忆的。或者周末的时候给自己的伴侣精心准备一个浪漫的烛光晚餐，和他在烛光下听听音乐啊，品尝品尝红酒啊，你们的感情呢也会在这一夜之间得到很大的提升的。有时候也可以精心布置一下卧室，经常换不同样式的睡衣，这些呢也会让你们之间增添一些情趣的话题，让婚姻生活多一份温柔。其实也可以给对方指定一下你们之间的小约定，比如说每周五无论再忙都带一束鲜花，或者是每个月一定要去一起看一场演出。因为在你们的关系之中呢，你是更有行动力的那一位，所以你可以给予更多的安排，而他呢也会听从于你的安排，会喜欢你的这些安排，会喜欢你的动作的。在你的引导之下呢，你们的感情会更加的浪漫，更加的新鲜哦。所以亲爱的，你会遇到一个非常踏实比较本分的人，跟他进入到婚姻之中，那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个人呢在感情里面是有深度的，所以祝福你美满幸福。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咯，拜拜。亲爱的，选择第3组牌组的你，我们来接受一下宇宙当下给你的重要讯息是什么。首先来看一下你近期的状态。那选择这组牌组的朋友，你们的星座呢应该是摩羯座、白羊座、天蝎座、狮子座、巨蟹座、射手座、金牛座。请同时参考太阳、月亮、上升星座。上升星座就是30岁之后你走的转换的这个星座状态。那首先呢，我们出现了宝剑4逆位哦。可能前段时间你会有一些心神不宁，因为前段时间在人际关系中应该会出现某种问题，让你思想呢充满了混乱，头脑没有足够的清晰度来适当的处理问题，感觉自己好像停留在原地，内心是有不安感的。但近期呢，你的心情正在开始逐渐好转之中，同时也会更加的理智，会渐渐从被别人、被一些不顺利的事情而影响的这种心情状态中脱离出来。经过了一段不适应的阶段，你现在更多的是一种自我的关爱。你想要在生活建立更多的安全感和自我认可度，你不希望在情感依赖在别人身上，或者是受到他人的影响，你会把这种情感拿回来放在自己身上，先好好的爱自己，让自己更加的舒适、安全、稳定，有足够的金钱物质享受生活，保护自己的资金，保护自己的财产，提升自己的银行储蓄，给予更多的精力在学业中或者是在事业中。现在呢，你好像还不想花太多的心思去纠结爱情，或者是去幻想爱情，想务实的做一些实际行动，让自己更加的强大，让自己更加的优秀。最近的你呢，也在从阴柔的能量逐渐转换到那种充满阳刚、充满力量的能量之中。你正在从混乱中制造秩序，你决定从感情里面休息一下。生活中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你需要去掌控一切。感情可能现在会让你觉得比较分心，而你现在呢，也不允许自己太过于的情绪化或者是感情用事了。
一旦自己进入到一种比较消极的模式里面的话呢，你是会去主动的做调整的，让自己不过度的拥有那些负能量。你不想在感情里面太过于的脆弱，你有自己的原则，你也会去建立自己的底线，你也会去坚持自己的规则，你也希望别人可以遵从你自己的规则。当下的人际关系或者是感情关系好像有一些停滞不前哦，或者是一直没有遇见自己真爱的人，有时候呢会厌倦生活上面的一些起起伏伏，感觉自己可能总是在错误的地方和错误的人在一起。你迫切想要改变，渴望更多的繁荣丰富，希望自己在爱情、金钱、精神上面都可以得到成长。没有关系哦，很快车轮就会转起来了。现在呢，是你审视自己缺点的时候，也是你重新塑造更美好的自我的时候，重新去设定自己的规则的时刻。其实你正处在重生的阶段，近期你会不断的去排除负能量，清理你的气场，你的观念，你的信仰，你的环境，你的朋友，包括你吃的食物，你的欲望，你的睡眠质量，都会去影响你的磁场的。而这些气场呢，也会去形成你的气质，你的运气，你的命运。一个人的气质很好，那外表非常的精神，有修养，懂礼貌，有道德，那这个人的气场就会好，就会吸引好的事物，吸引好的运气。相反，如果一个人气场不好，那外表没有精神，萎靡不振，做事没有效率，如果气场不好，就会走衰运，不好的事情就会发生在他身上，干什么都不顺，有时候连喝口凉水都会被呛到。所以你现在呢，会避讳这些事情在你身上发生，你会开始尽量的让自己每天保持微笑，去拥有积极乐观的心情，去包容一切，并且愿意更加开放。当你达到这种状态之后呢，你的桃花运势就会转起来了。不着急哦，你在今年就会迈入到好的桃花运势这个阶段之中的。那宇宙呢也会给你一些好消息，我们来看一下关于今年的桃花，关于人生的桃花阶段。好消息是你今生的桃花运势其实蛮不错的，因为很平衡，而且呢会让你有不同的感受，不是很乏味一成不变的那一种哦。你应该会遇见不同层次的人，你应该会经历很多不同的感觉，并不是说你今生会有很多次的恋爱经验，但最主要的是在感情中呢，你会有一些起起伏伏，你会有很多的体验跟感悟的。有时候你会愿意去主动把握缘分，追求对方，去做表白。有时候呢，在感情里面你也会错过一些缘分，而这个人那种感觉可能经常留在你的回忆里面。有时候呢，对于情感你是有乐观积极的期望的，有时候呢，你也会去在人际关系中对于别人更多的将心比心。即使你是母胎单身的话呢，即使你没有跟别人进入到恋爱状态里面，但是在感情上呢，你仍然有不同的感知，包括亲情、友情、同事或者是同学之情，都会给你带来很多的一些感受。对于未来呢，其实你还是蛮有期待的。其实在感情里你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你是率真并不复杂的一个人，不喜欢在感情里过于的做作啊，或者是过于的矫情。你也是一个随着年龄增长而越来越有魅力的人。其实你是给别人足够吸引力的，但是没有你优秀的人是不敢追求你的，感觉门不当户不对，怕没有最好的最终的一个结果，怕被你欺负。而那些比你优秀的人呢，又怕控制不住你。其实对于恋人的标准你是独立的，你是有高的自尊心，你是不依靠他人的，所以你不会看对方他的钱财有多少啊，他的事业条件有多少啊，你不会是按照
当下很多社会标准的那种状态，因为想嫁一个有钱人，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你也不是想要一个很安全很老实那样的一个恋人，因为那种呢又会让你觉得无趣。可能如果今天是1月5号，那在10年之后的1月5号的这个时间你在做什么，可能你都会知道，所以你会觉得那种生活太过于的枯燥，你不要。只有那种和你合拍、性格相同、能玩到一起的人，并且充满趣味、充满热情、充满动力，有时候呢有一些调皮，有时候呢有些叛逆，有时候有些感性，喜欢玩乐积极的人跟你在一起呢，才是最合拍，才是你最想要的状态。所以在你投入到另外一段感情之前，你会花一长段的时间去考虑，去观察清楚，去看对方是否是适合自己的。你不想在感情里面走错，你也不想在感情里面过度的浪费自己的时间，浪费自己的精力。当然有的朋友也会在自己年轻的一段时间里面去经历一些暧昧，去经历一些刺激的情感哦。这些呢都是让你有很多的这种体验的。一般来说，你今生比较容易遇到一些意外的邂逅的爱情，而且在认识对方之后呢，很可能会从友谊展开成为恋人。一旦遇见真爱，你就会积极交往，大胆勇敢主动追求的。那么拥有这样的一种性格特质，我们来看一下宇宙告诉你，你多少岁会进入到婚姻呢？其实应该是你在感情里面玩够了之后，那不想再玩了，想建立家庭的时候，很容易在那个时候遇见你的正桃花。当你去放弃一些没有意义的社交、没有意义的交集、派对活动之后，希望脚踏实地的生活，不再喜欢很热闹的这种氛围，很热闹的兴奋感之后呢，应该就会遇见自己的正桃花。当你不再容易感伤，不再容易放弃爱情，同时也不依赖爱情给你救赎的时候，当你的生活很稳定、美好、满足，并且想要把自己的这份快乐分享给别人的时候，你应该就会遇见自己的正桃花。那个时候呢，你的心态应该是完全不同的，你也是可以为了对方去做一些改变，去做一些妥协，你也是非常脚踏实地的生活，经常在家里面可能做冥想啊，打扫家务啊，然后做美食给自己呀。那在那种状态之下，你的婚姻很快就会到来。因为婚姻它就是一种结盟关系，需要双方共同去合作，一起面对困难，一起分享幸运。任何事情双方共同的去承担、去分摊，共同去决策很多事，同时两个人互相的陪伴扶持，比如说一起去买房供房，一起去养双方的父母，一起去培养小孩子等等。在你有真正的务实生活基础之下，有一些生活技能之后，你就会进入到婚姻。因为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你现在可能是单身，你觉得不开心，所以呢，你希望可以谈恋爱了，这样的一种思想的话呢，那婚姻离你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如果这个时候你觉得你自己的生活已经基本上比较稳定了，你也很喜欢待在家里面，觉得可以有一个人一起来玩耍，可以有小孩子可以去养育了，自己有足够的条件，不管是性格上面还是自己金钱物质上面有这样一个条件之后，那么你就很快就会进入到婚姻里面了。在感情上面不去计得失，不去计较谁付出的多，谁获得的多，而是尊重内心的这种感受呢。我爱他，我想要跟他在一起，我想陪伴在他的身边，我想今生呢跟他共度。有这样一种心境的话，你就很容易遇见自己的正桃花，你就很快会进入到婚姻了。有的朋友，如果你现在已经在感情之中，如果你有这样的决心意志，而且你周围的人都祝福你跟你现在的恋人的话，那应该是这一个人没错。
你们应该很快就会进入到建立承诺，进入到步入婚姻这样的一个步骤里面哦。如果你在感情之中，但是你没有以上的这种感觉，两个人是你情我浓，但是没有太多想要生活在一起这样的一种能量，有时候呢对对方有不满，或者是跟他在一起呢没想过要更多的奉献，感觉并不是很积极快乐的话，那么可能就不是他，而是你下一个恋人。不过这个恋人呢，你一定要去保持感激心，去享受你们之间的这种情感关系过程，它会让你成长的，建立美好的业力因果关系呢，你今生会让它成为你记忆中非常灿烂的一朵鲜花的。好，如果你现在在单身的话呢，那么好消息告诉你哦，下一个爱情，下一个恋人应该就是你的正桃花，应该就是你的结婚伴侣。那么这边感受的时间能量呢是比较短的，最快是在今年进入到婚姻，遇见正缘，然后也有可能是在6个月之内，那么最慢呢应该是在6年之内，这完全取决你，看你是在什么时候已经准备好可以建立家庭，建立婚姻了。首先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幸福稳定美满开心，有自我高的一些价值，并且在感情里面呢不会用头脑做事，而是用自己的爱的能量去思考去享受，这样的话你是会很快进入到婚姻里面的。那么你的婚姻对象他的性格特质是怎样的呢？让宇宙给你一些提示讯息。这个人他的星座很有可能是处女座、双子座、射手座、金牛座、狮子座、白羊座，请参考月亮、太阳以及上升星座。它是缺少一些风能量的，很可能未来你的婚姻伴侣他并不是风象星座的人哦。这个人不太喜欢理财，不是一个守财奴，他比较享受生活品质，觉得挣钱就是拿来花的，对自己的能力是非常自信的，觉得自己不会缺钱，所以呢是那一种比较及时行乐的人，在感情里面也是比较大方的，对于自己的家人都是比较慷慨的，不会太过于的节俭。而且他呢喜欢旅行，喜欢变化，喜欢生活是很充实的，不要浪费生命的时间。你跟他在一起并不会觉得很乏味，而你们两个人很多性格上面其实是蛮合的，非常的合拍，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频道的人，很容易读懂对方。这个人呢他的事业其实是做得不错，是一个潜力股，是有很好的职业生涯的发展的。他的年纪和你差不多，或者更年轻一些，因为他的心态实际上是蛮年轻的，属于那种拥有一腔热情的年轻人。他渴望探索，渴望获得更多的生活经验，渴望有更多的冒险，渴望有去做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去自己没有去过的地方。他是比较讨人喜欢的，因为给别人很多很有精神啊，或者是很阳光很乐观这方面的一个能量。往往呢他会成为关注的焦点哦。这个人长得是不错的，而且他的性格魅力，他的这种亲和感，他给别人的这种接触方式模式都让别人觉得很喜欢他，比较愿意跟他有更多长期的接触。而且他的语言能力、沟通能力也是非常强，讲话呢是比较讨喜的，是特别受到长辈的喜欢，那特别受到同辈人的尊重，觉得他非常的聪明，觉得这个人呢有意思，是一个快乐的灵魂。那对于年龄既小的小朋友呢，他也是可以去跟别人开玩笑，可以去跟别人沟通，让小孩子喜欢上他的。这个人呢比较左右逢源，但是他很有动力，充满活力，充满
能力的那一方面，但是他也有独自思考、冷静下来、安安静静踏实生活的那一面，所以他是可以掌控自己的情绪的，他也可以调动周围的人的情绪。比如说在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里面，大家都比较尴尬，那这个时候他可能会跳出来给大家讲一些笑话呀，或者是让这种环境氛围之内大家都更加的热闹，更加的放轻松。这个呢是他的强项，他希望每个人都是可以玩得开心的，希望大家都是快乐的。他也比较注重自己的形象，希望获得别人的认可，希望自己有好的一个名声。这个人心胸呢也是比较宽广的，是比较大气的，并不是一个非常小气、非常计较的人。他喜欢阅读，喜欢写作，喜欢人际关系的交往，但也喜欢独自一个人独处。他的火能量实际上比较强，但是呢是可以中和的，因为他是一个会三思而后行的人，所以不会过于的冲动。这个人的能力蛮强的，有很多的技能，有比较多的知识文化，即使他的学历不高，他都会不断的去吸收一些新的文化、新的思想，是一个头脑比较开放的人，而且他也会相信一切皆有可能，不怕任何的挑战，是越挫越勇的性格，非常的有胆识，习惯对于任何事情采取主动。他们很擅长推销自己，他们也非常的善于沟通。一旦他爱上你之后，他是不会羞涩的去向你展示他是有多爱你的，所以你会感受到他的积极，感受到他的热情，感受到他对你非常坚定的爱的信念，非常强的想要跟你在一起，想要对你进入到承诺稳定生活婚姻节奏里面，你会被他的这种爱的热量所包围的。那你们之间的婚姻生活到底是如何呢？我们来接受一下宇宙给你的提示，做提示讯息。你们两个人的相处模式实际上是非常的随心所欲的。在恋爱婚姻当中，有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嫉妒心啊，有时候呢可能会希望获得对方更多的一些尊重，更多的一些欣赏啊，有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吃醋，那会有一些想要改变对方的能量。你们两个人其实是属于欢喜冤家，你们两个人是属于经常吵吵闹闹的那一种，但是这种吵闹呢，并不是真的很生气哦，而是可能会有一些争论，可能不太服输。在感情里面呢，并不是一个人主导一个人听从，而是两个人有时候呢会石头碰石头，但是吵着吵着反而让你们增进感情。有的夫妻吵架呢，吵着吵着就分离了，但是你们两个人是绝对不会分离的。在感情的生活中，你们不停的斗，又不停的妥协，在妥协中去求得你们两个人更多的稳定，感情更多的甜蜜。你们对于对方的这种婚姻生活，并不是有很多的浪漫，并不是有很多的罗曼蒂克，就是小吵小闹的过了这一生。其实夫妻之间呢，不怕热战，就怕冷战。热战呢，是因为心中还惦记着对方，冷战呢，就是意味着爱已经死了，心已经绝了。所以你们的心呢不会死，因为并不会一个人在生气的时候或者是不开心的时候，另外一个人避开，另外一个人采取逃避这样的一种状态，而是讲出来，那一起来进行讨论，一起来进行沟通。看到呢，你们的爱情结果，婚姻结果应该是不会有离婚，应该是今生呢会从结婚开始一直走到头，进入到完结婚姻这样的一种能量里面，陪伴着对方到老的状态。
你们两个人就是吵吵闹闹、相爱相生的那一种，不会相爱相杀哦，是相爱相生的婚姻生活模式，也是充满着趣味，像两个小孩子一样的，经常要去斗嘴啊，经常可能要去指责一下对方啊，但是呢，又觉得蛮有意思的，蛮有激情的，这是你们两个人独有的婚姻生活模式，挺好玩，充满趣味。好，亲爱的朋友，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祝福大家幸福美满，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